一些这种各样的花瓶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。花瓶呢，咱们从两个角度来说。第一个，先说花瓶的形状，分几种哈。第一种呢这是一个直筒型花瓶，就是它的瓶子的高度应该在它瓶口直径的2倍以上，这属于直筒型花瓶。直筒型花瓶适于插什么花呢？比如说剑兰，比如说紫罗兰这种直立型的，就是它是一串花的上去那种，它不会有左右倒的这种情况，所以直筒型它会保持正直，而且或者插单独的花材，比如说一束玫瑰或者说一束康乃馨这种比较单独的花材，而且在花店来说呢，这种花瓶是用来陈列的，就陈列用的花瓶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呢叫喇叭口型的花瓶，它其实也应该算是一个直立型的花瓶，它的高度也在瓶口直径的2倍以上，但是呢，它的瓶口的位置像喇叭口一样的外翻在外边。一般咱们大家家里大多数用的是这种花瓶。这种花瓶的好处呢，它上面有一个角度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可以插的花的种类稍微多一些，但是呢，它也很难做到开放。我拿一枝花比一下，你看一下知道了啊。这个花瓶怎么插，看花的角度啊。你比如直立型花瓶，它是这个角度，就是它只能插这么大一个圆，每一枝花都是这样，你绕一个圈。当然我这个比较高了啊，我这个花比较高，可以剪短一点。你看，就是你可以把花的直径，这个算一个点，完这个算一点，就2点之间，它只能插这么大一个口，这么大一个头。所以说瓶子高这么高，你只能插这么多，所以说它只能插单一花材。这样的话呢，显示的好一些，但是很难插的种类比较多。而这种喇叭口型呢，你看它的角度就会更岔一点，你看它比那个岔的角度就大一些，所以能插的相对大一些。就是说它的花的根儿杵在花瓶的这边的角边上，这边头靠在这头上，这就是它能插的最大的一个直径，它只能插这么大，它比这会稍微大一些，但是呢，因为它高，所以它也不可能插的特别大，所以这种花瓶呢也比较适合于插单一花材或者2、3种花材，也不适合用特别多，就是开放性的插法很难。这是第二种花瓶啊。第三种呢，就比如这种，它的瓶高最多不会高于直径的2倍，就是基本上比较矮。你看它这个角度就可以很大，看花的角度就可以很大，这样的话它可以插的比较大，能插到这么大一束花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容纳的花材就比较多，种类就比较多，所以就比较容易插一种开放性的插法。所以说花瓶的高度在直径的2倍以下，这种花比较适合插开放型的花。这种花瓶，比如说这种，还有这种，甚至这种，它都可以插开放型的花材。而这2种花瓶，这种和这种是很难的，是第二种花瓶。第三种呢，属于锥形的，或者是圆肚型的花瓶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它考虑到插花的问题，所以说它这个角度斜的角度会大一些，你看它也可以分的比较大。
这样它的头可以插的也会多一些。所以说这种锥形的花瓶只要不是特别高，也比较适合插这种开放型的花。而大肚花瓶呢是另一个说法了。这种花瓶你插完以后，你要记住，花冠的位置要和肚子是成比例的，就是肚子大，那你这部分插的也要大。所以说一般大肚花瓶我们一般插朵比较大的花，比如说百合，比如说绣球，就这一类的，就花朵比较大的花，能够把大的空间充满，这样的话它看起来才会平衡，就是下边一个肚，上面一肚，比较平衡。还有一种花瓶呢，就是这种小口花瓶。小口花瓶呢，其实我说呀，它主要展示的不是花，展示的花瓶，它只要一般情况下不超过3支。我们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啊，随便2支叶子啊，记得平口，随便插2枝花啊。基本上这样子呢。所以说，这种小口的花瓶更多的展示的不是花，是花瓶。一般情况下，插几枝花是花的造型、层次这些东西。所以说，这是属于一个小品类的插花。一般这种小品花可以放在比如说茶几上啊，或者洗手间啊这种地方，就是几枝花装饰一下就行了。所以这种小口的花瓶，当然还有一种是异形的花瓶，就是说，比如上面是个圆的，下边是个直的，可能有一些圆肚啊这种比较形状比较奇怪的花瓶。这种花瓶呢，我店里还没有，我还真没拿来。它呢就要根据不同的花瓶的样式材质啊，还有外形啊，去选择不同的花去插。刚才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花瓶的形状，看时间呢也快10分钟了，我估计大家看着挺累的。那这一期呢，咱们先录到这儿，下一期呢，我再跟大家说关于花瓶的材质和一些自带的属性。那行，那就先这样。说到了花瓶的一些形状，那这一期呢，咱们从花瓶的材质本身的材质和一些自带的属性来谈谈花瓶。花瓶分几种，从材质上分哈，玻璃花瓶。玻璃花瓶的好处是什么呢？你随时可以看见这水有多少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水在哪，水有多少，要不要加水，这是比较简单的。而且玻璃花瓶是一个通用型的样式，基本上所有的场合用玻璃花瓶都没什么问题，高端的也行，低端的也行，自己家里随意都行。所以玻璃花瓶呢是一个通用型的花瓶。第二种材质呢是这种瓷的花瓶，它看起来非常细腻，瓷的花瓶，包括那种水晶的啊，但我这是仿水晶，这不是真水晶啊，仿水晶的这两种花瓶呢，因为它材质很细腻，看上去比较高档，所以说这两种花瓶呢比较适合什么地方呢？适合比如家里非常干净整齐，比较高调那种品质生活吧，就那一类的场合和人家比较适合这种瓷质的和水晶的花瓶。这种花瓶呢，一般情况下插什么花？插那种就看上去比较高档的，材质比较细腻的，就这类的花。你比如说
那天我插的朱顶红，还有比如说养母的，比如说郁金香，比如说百合，就这一类比较细腻的，看上去比较富贵的花，插用白瓷的和水晶的皮插可能比较合适。这是瓷质的跟水晶的啊。还有一种花瓶呢是陶制的，包括这种，就陶制的，它有的有釉，有的没釉，可能有的就是上次我插那个秋色绣球那个，就是比较粗糙看着那种。这种瓷质呢、釉质的呢，可能个人感觉不一样啊。给我的感觉呢，它比较随意，比较适合什么人呢？适合比如文艺青年，就这一类，就是说，比较轻松，比较随意，有时候可能还有点邋遢，有点懒散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比较轻松自然吧，没有那么高的要求。这类的花瓶呢，其实对花材的要求是很轻松的，任何种类、任何形式、任何混搭，基本上都是可以的。你只要根据花瓶的颜色，比如说这个咖啡色的，你比如你这个插个粉色的，可能就不太搭了吧。所以说一般，比如说向日葵啊，比如说蓝刺芹啊，就这类颜色比较重的、颜色比较深的、比较粗糙的，插这个瓶儿可能没什么问题。那这种瓶儿，你比如可以插一些乡村风格的，比如说一些什么蛇木须啊，什么格桑花啊，就是那种野花类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砸在一起，这个瓶儿都没什么问题。这个瓶儿可能适合插颜色更深一点、更重一点瓶儿的。这个瓶子呢，可能我觉得插出来的花更适合男性。这种瓶儿呢，插出来可能更适合女性一点吧。这个呢是陶制的，加釉或者不加釉的瓶儿。还有一些瓶儿呢，它本身自带属性，比如这两个，我觉得大家一眼能看出来啊，这是纯中国风格的。你比如说什么，当然这个不是了，还有什么景泰蓝的那类的蓝的那种花瓶，就是非常中国风格的。非常中国风格的花瓶呢，那咱们就应该插有中国风格的东西。这不快过年了吗？你比如说这种花瓶，插一些连翘啊，迎春花啊，银芽柳啊，还有一些比如说梅花啊这一类，完了在枝条上稍微再挂两只什么灯笼啊，福袋就这一类的小装饰品，完了呢，浓浓的中国风就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就是有中国风格的花瓶，你插出来的东西得应该是有中国的样子、中国的风格、有中国的气氛，这样的话呢，跟花瓶在一起才搭。那这种花瓶呢，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，这个东西呢，有点像欧式的罗马柱，就是说这种花瓶比较适合插欧式风格的花，比如现在有一种美式的自然风格，就是那种一簇一簇的挺大棚的那种，完了包括一些古典的花式，你比如说什么彼得麦雅啊，什么千朵花啊，什么火凤凰这一类，就是它呢比较适合于大堆头的花，就是大堆头全是花这种。所以呢，这个瓶子本身是有欧式风格的，所以说你插花也要照着欧式风格的这个路子去插，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咱们再说这个花瓶啊，我上次用过这个花瓶。你比如这张花瓶，它是什么呢？它自带的性格是什么？它本身是一种看上去做旧的、仿旧的花瓶，它那个面很粗糙这种啊。所以说，
它自身就有一种怀旧风格，那咱们配的花理论上来说就应该有怀旧的味道在里边，就是不要找那种颜色特别鲜艳、特别亮的花，颜色比较陈旧的，看上去比较旧的那种花，它这种自然一点，或者这种瓶子插干燥花，就是比如说风干以后的花，或者仿真花这一类都是可以的，可能效果也不错。所以说，不同的花瓶应该有不同的用法，不同的样式插不同的花，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花瓶。基本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这些关于花瓶的问题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。这个还有朋友跟我说让我介绍一下关于这个插花的工具啊。以前我本没把这当回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挺多朋友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啊。我今天呢就在店里正好东西给你全，我给大家念叨啊。咱们先说什么呢？先从刀具说起啊。咱们经常用的这个剪刀，剪花的有人说剪花的剪刀不好用啊。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这种剪刀啊。这个剪刀，张小泉的剪刀啊，我常用的就是这个，看是这样的。这个剪刀的好处呢，一会儿我跟大家说啊，这是一种国产的剪刀啊，国产剪刀，这是国产剪刀。还有一种呢，这种，这个日本剪刀，这个就有点贵，这个叫板垣的，这个是日本的剪刀啊。咱们先说两种剪刀啊。这个日本剪刀呢，大概其价格在好像是150-160吧，一把差不多。它这剪刀的好处是什么？你看它的力矩啊，女孩使这个剪刀比较省力。这种剪刀如果要我说，可以当指甲用，什么木本的呀，或者说比如种玫瑰，有个4、5个、5、6根一块剪都没问题啊。它就是力度比较大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缺点啊，就它这个头啊比较窄。你看这个头跟这个头，看一个头是尖的，一个头呢是窄的啊。你看一眼啊。这个是国产剪刀啊，张小泉的这剪刀，这个国产剪刀大概卖15块钱一把，反正我们买15块钱一把，反正我是常年用这种剪刀，我不爱用这个日本剪刀啊。咱们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啊，一只多头的花，中间这只，比如说这只啊，中间这朵坏了，我要给它剪掉啊。用国产剪刀，你看它这头比较尖，比较长，它很容易从这个缝隙里伸进去，一下剪断了啊，看。但是如果用日本的剪刀呢，它因为它比较粗，不好伸，尤其是在你花插的比较多的时候，你要剪掉一大丛中间的一小朵，这种剪刀比较难伸进去。但这种剪刀呢，很容易伸进去，而且本身这种剪刀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质量也不错，我常年是用这种剪刀啊，我不用那种日本剪刀啊。这是这两个剪刀的区别。一个呢力比较大，劲儿比较大，女孩用呢可能比较省力。另外一种呢，尖儿比较长，比较容易剪大束花的一小朵，可能伸进去好深一点。完了呢，它比较细长嘛，它伸进去好深一点。所以说剪这个一大丛花里的一小枝可能更好用一点。我也比较喜欢剪刀，毕竟这一把剪刀，这一把可以买10把这样，我觉得性价比也在那摆着啊。这是剪刀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指剪。这个指剪呢，也是上海，这可能是杭州的吧？看看，这是杭州张小泉的那个一个指剪。这个指剪呢，也是张小泉的，我们用的比较少，但是我们一般是用这个牌子就这样的这种指剪，可能我觉得
我觉得在所有的质检里头来讲吧，这种质检呢还是算不错的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已经打开的一把啊，这是把新的，这把打开的一把。还有一个好处，它边上还有一个扣啊，再扣上，这样。而总的来讲，这个质检的质量也还不错，我们经常用也还不错。另外呢，很多花艺师啊不爱用剪刀，他用什么呀？爱用这个，显得很专业的样子哈。这个刀是瑞士军刀，它有一个虎口，它的头上有一个弧，看见没？我兜里是常年揣着这把刀，完了有的时候切个东西啊，切个花什么的省事儿，比剪刀好带。还有这种刀啊，这刀怎么用呢？你看哈，一支这个杆大拇哥顶在这下边，斜着45度。但是这个刀一定得快啊，这刀如果慢就不行了，一定得快。顶住，手要这个大拇哥一定要往后撇，要不然呢可能会削着手。大拇哥要往后撇，不能往前哈，往后撇。如果刀快的话，其实也很好用，而且很快，好带，方便，随时可以用啊。好，这是刀，这是瑞士军刀啊，当然还有一些日本的什么专用的那些花艺刀什么的，就可能会比较贵。咱们只说大家比较常用的东西，瑞士军刀，这可能100块钱一把，可能大概130好像130，啊，130一把，差不多。下边咱说打刺啊，花院一般用什么？打刺钳。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过一次，打刺有5种方式，对吧？从工具上来讲，第一个是打刺钳啊，打刺钳可能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台打刺钳怎么用啊？这把钳呢有一个边上有一个槽，有一个边儿，这个边儿是放在下边的啊，不能冲上啊，这边儿往下边是为了挡住这个刺，防止扎手的这种。完了用这两个口夹紧，完了往下一撸，这刺就掉了，这样一撸就掉了。完了这个地方呢是辅助用力，而且比较可能会挡这些刺或者东西，看这样打就行了。完了呢，但是打刺钳有一个问题，上次跟大家说过，如果你用力用的大，容易把这个表皮这个外皮打破。所以说这个劲道用的好，就是不能太紧，不能压太紧，要稍微松快一点啊。这是第一种啊，打刺钳。第二种呢是这个什么东西呢？这其实是跟宝安记一个公司啊，可利鲜公司出的一个专门打刺的东西。他拿这东西看这样，完了，一包，这样一拉，刺就掉了哈。一般咱们家庭用的可能会多一些，而且它是橡胶的，理论上它们对这个杆子伤害比较小，或者没有什么伤害。这是可利鲜的也是一个打刺的工具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如果是比如像卡罗拉那种刺非常多的，有很多毛刺的，可能效果不太好。就对刺比较少的一些苹果品种，可能还可以比较好用。这样的，只要一拉就行了啊，是打刺的。另外，当然还有一些加水的工具啊，这是一个量杯，也是可利鲜的哈。当时我们买那个宝安记他们送的，这一杯呢是1000毫升啊，1000毫升水，所以说可能如果没有量杯的话，可能这个量不太好把握啊。这量杯可以啊。还有几种东西啊，这个也是灌水用的。这灌水用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插了一瓶花，花插的很满，那我拿个杯子往里倒，不好倒，那一般就可以用这种长嘴的，把伸到中间去，完了，一倒就可以倒进去了。伸着长嘴往里倒就可以了。这反正也是加水的，一般专用工具吧，家里可能用不上再说。完了，还有一种呢，这个我们叫几壶，奥赛斯的几壶啊。你看这样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干什么用呢？比如说，你看啊，我们比如说有一个小瓶的花，
尤其是放在试管里这种一个小别的花，你杯子倒是很难倒进去的啊，不好倒，所以就拿一个几壶啊，把这个尖儿捅这个试管里，捅这个试管里啊，哎，这样加满了。尤其是一些搞花艺的啊，用那种试管，比如说一个干树枝上加了很多，就是绑了很多试管，一个试管里插枝花什么这种，就是这种东西。所以呢，用这种几壶的方式可能会多一些啊，这是几壶，但是家庭可能不是很常用啊。另外呢，就这个胶带车啊，这个一般可能家里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啊，反正我们一般用这个胶带车就是打嗝用的，打成嗝用这胶带，咱们就是打成比如井字格也好，或者是十字格也好，打嗝用的用胶带啊，胶带车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可能大家都认识啊，保鲜剂啊，这是可利鲜的。可利鲜的保鲜剂呢分两种啊，一种是这种长袋的哈，长袋的，还有一种呢是这种小袋的。这两种保鲜剂不一样啊，这种呢可利鲜叫做百合专用，其实应该叫做球根专用，就是球根类的花用这种保鲜剂都行，比如说郁金香啊、剑兰啊这种，只要下边是球根的就行。这个呢是通用的，他们名叫清凉小袋，一袋是500克啊，这个叫清凉小袋，这个叫百合专用。5克吧？5克，对，这一袋是5克啊，清凉小袋，这一袋是10克，这是百合的啊。你看啊，这是他们给我刚才我给大家看的时候给我们配的这个量杯啊，这一杯到这儿是1000毫升，基本上一袋这个百合的这个啊，百合专用的一袋就是1000毫升，这么多水一袋就行了，或者是到500毫升一小袋，这是专门就是做这个测量用的啊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说这个又有百合又有别的花怎么办？那其实用通用的就行，我觉得啊。基本上啊，就是可能涉及到家庭常用的工具这些啊，太专业的工具我也就不多说了。最后呢，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花泥。哦，还再说一句啊，这个保鲜剂是可利鲜的，这是荷兰的可利鲜的。还有一种保鲜剂叫做花之寿，是美国的，好像我记得叫 Flower Life， 好像是花之生命，就是也是保鲜剂，也是一个国际挺有名的品牌啊，就跟这个花泥是一家的。这花泥是奥赛斯的，这个跟花泥是一家的，就他们家也出保鲜剂，就是花之寿的。基本上我觉得啊，我个人感觉可利鲜跟花之寿就有点像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个意思啊，两个都是一个大公司，而且都是时间挺长的大公司。可利鲜我记得有70年历史了吧，我记得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是1年啊出的。然后最后咱们说说这花泥啊，花泥呢分很多很多种，反正我一直用这个奥赛斯的。奥赛斯这花泥呢，相对来讲可能偏贵一点，但是呢，它有个好处，不烧根儿。什么叫烧根儿呢？你比如说弗朗啊这类根儿比较软的这种花，如果用普通的便宜的花泥插进去的时候，有个1天2天的，那根儿啊就缩了，根儿一缩呢，水就吸不上去了，而且呢，它比较花泥的质地啊比较疏松，这个花插上以后就容易逛，容易倒，或者说它硬插不进去。我觉得奥赛斯可能我用习惯了啊，这个花泥呢力道啊可能会好一些，就是说一般情况下烧根的情况不太容易出现。另外就是这个花泥的疏松和紧密度，我个人认为比较合适啊。完了，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花泥应该怎么用啊。虽然说你看我一直也没拍过跟大家讲怎么插花泥的，因为我觉得家里用不上，也不够环保。咱们试一下，我这杯子有点小，咱们来一小块儿。这个花泥是可以切的，随便，塑形很好，随便怎么都切，怎么切都行。你看，切了一块啊，
这一杯水啊，花泥怎么泡呢？千万记着啊，花泥有一个关键问题，有时候刚开花店或者刚干这行不懂的人，可能有时候会出问题啊。看啊，花泥直接放水让它飘在上面，不要管它啊，千万不要管它，不要往下摁，千万不要把它摁，因为它这个水是从花泥下边一点渗上去的，就把每花泥中间的空气里边空气一点排出去。如果你把它全摁下去的话，如果四面不满水的话，中间这个空气排不出去的，所以说这花泥中间是空的啊。你看，你不用管它，它自己会慢慢吸啊，看。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个需要个时间等一下的啊，千万不要摁啊，就让它这样保持水比较多的飘在上面。你看啊，慢慢差不多了，你看这水基本上都吸进去了。好，它只要把这个水上面吸满了，就没有干的地方了，这就可以了，就算吸完了哈。你看，这算吸完了。完了，咱们再摁一下试试啊。你看啊，一样是泡花泥啊，一样的啊，一块儿切下来，看着啊。着急，我着急，一定要用，着急，摁进去。你看看，你觉得是吸满了，看，也这样的。这个简对圆满的，看，从外表上看没什么太大差别哈。但是我切开你看一下啊，看，这是那块刚才自然吸的啊，就没有摁的那种自然吸的中间。这是刚才我摁下去那块儿，看，大家能看明白吧？就是它这个，如果上面水吸满的话，中间这个空气是排不出去的。那如果你花从上面插，你插到这个位置是没有水的，所以说等于是跟干插一样，所以就这样就不行，就没法用。所以说千万记着，在泡花泥的时候啊，你不用管它自己慢慢吸进去就行了啊。大概呢，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的就这些东西了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工具没有？可能其他的工具也是不是家庭不是很常用的了。那好吧，今天我觉得大概工具方面可能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吧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再问我啊，咱们想办法再拍。那好，今天就这样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话。还有个朋友一直在问哈，说这个打嗝法到底这个花应该怎么插法？那个用什么方式来插啊？我今天再插一次啊，大家看一眼。这个打嗝呢，根据你瓶口的大小来看打什么样的嗝。你看我这打的嗝就比较多哈，因为我想插匀，所以呢打的嗝就比较多，这样花能相对来讲插的匀一些。如果瓶小，你就可以打的嗝稍微少一点啊。这种玫瑰叫翡翠啊，咱们用这种玫瑰今天试一下啊。
告诉大家怎么插法。我今天呢只演示方式啊，所以说咱们不求好看啊。先插3支啊，构成一个基本的面，因为3点决定一个平面，先插3支，先构成一个基本的面，然后呢，加花的情况下什么加啊？两之间加啊，两支之间加。咱们基本上做这个平面上，咱们不弄别的了，咱做这个平面上，这样的话可能更简单一点，可能那个如果面多了可能更复杂。大家看哈，两之间加啊，两支之间加啊，这个也是两之间加啊。看，这是中间那3支，完了这3支是后加3支，然后咱们再加的时候，看着啊，这个3支形成一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完这3支之间加啊，这2支之间再加。这2支之间要加啊。然后这2支之间加啊。看，它的不是在一个平面上，它是一个球形，看见没？这3支是最中间的3支，这3支是最中间的3支啊。完了，在这2个之间加的，这是这两个之间加的，这支是在这2个之间加的啊。完了，这支是在这2个之间加的啊。好，大家看见没啊？这3支是最初3支啊，形成一个三角形，就基本上把这个最高的面确定了啊。完了，后边3支，这支两之间加的啊。好，现在基本上大家看啊，就形成了一个半球形，然后咱们再把中间加一支，找一支直的啊。咱们再把最中间加一支啊。看，这基本就是类似于一个球了吧。然后你如果再加花，就是每个3之间加啊，每3支之间加，每3支之间加啊。你比如这块3支之间加。如果刚开始插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点晃，不用管它。到最后花插的多了，自然而然互相摩擦就呆住了啊。你看这个空隙很大啊，你看这3个之间和这3个之间中间可以加啊。看这个空间就占住了啊，对吧？这样看，你从四面看，它基本上是个圆的啊，圆形的。看，就如果你要再加的话，就可以从三个之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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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不要形成一条，不要让它形成一排一排的，就每个都是在3个之间加，叫做刚一开始咱们说过，就是任意3点不在一条直线上。
这个是一个，总之是全部用放射的方式插。完了，它整个我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手法。当然，你可以把这个花插的高或者插的低，就会形成高低的层次，对吧？比如你比如这样啊，你比如这是一个层次，那我可以再做一个层次，做的比这低一些啊。比较低一些，就完全可以通过高低来调整这整个的一个形状啊。总之，刚才我跟大家讲，不知道能不能明白啊？就是先插3支，决定一个上面的面，然后两之间加花，两之间加花，最后就是三之间加3支之间加3支之间加，不要形成一排一排的这样，让它稍微有点错落的感觉啊。然后可以高和低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你刚开始不熟练的话，你就基本上坐在一个平面上就可以了，能插圆的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说，假如说你花的数量很多，那你就插高一点，就比这瓶口啊高一些。如果你花的数量比较少，那你离这瓶口啊稍微低一些，插的越低越省花，插的越高越费花。然后你插完以后，这些空间完全都可以用那种，比如说多头的呀，那种东西来填充的哈。比如说这种，你看它一直插进去，就能把这个大空填住啊。看，你看这个空很大哈，那你就可以，比如插着一支这种多头的花，就可以很容易把这空填住。大家看是这意思吧？看，对吧？这就不显得空了。就是说，你一定要先用这个主题化的，比如玫瑰也好，康文像什么也好，先把这个架子打出来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些你想主要突出的花要放在最高的地方，然后再把这些配花啊看起来就好看了，而且可能也不需要太多花，对吧？你看这么大一个瓶子，也没几枝花吧，是吧？反正基本上就这样。最后再说一下要点啊，先打3个点，决定一个上面的面，然后每2支之间加，每2支之间加，加到最后是每3支之间加，每3支之间加，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个球形，这样的话就分布比较平均了。我不知道这种打格的方法你能听明白吗？然后最后可以用这种多头去填充中间的空间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基本上你看这么大一瓶也用的花其实也不多，没多少支啊。大概就这样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。现在呢，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摆一些鲜花，用鲜花呢来装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。当然了，生活环境里有些鲜花，它呢会让这个环境更加有生机和活力。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啊，说现在插花太难了，家里插花怎么都插不好，不好看。希望我能教他们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用花瓶插花的一个小技巧。其实呢，如果插花的目的是为了放在家里装饰，这个并不难，只要自己喜欢，插的好看就行了。有一小技巧了解就清楚也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我准备了一个花瓶，现在咱们先兑保鲜剂啊。我倒了3瓶矿泉水啊。
3代保鲜剂。搅一搅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种花瓶呢，你插花的时候，你把花插到里边，它的位置是固定不了的，它总是往一边倒，所以它插出来没有形儿。所以说呢，插花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能够控制花的相对位置，就想让花放哪儿，它就在哪儿。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个啊。今天这种方法呢，我们叫打格法。把花瓶水放好，完了用纸把这个边上擦干，不要有水分啊。然后用窄胶带往这个上打一个井字格。好，这个格也打好了。打井字格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让这个相对的位置，花的相对位置能够固定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插花啊。这种玫瑰呢，叫做桃红雪山。我们这个瓶只插一种玫瑰，让它怎么能够分布均匀。看它这样位置可以相对确定了啊。就跟以前咱们说的一样啊，斜剪根，然后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全部去掉。可以先插3支，你看，就这样固定了大概上面的面，就最高不要超过这个高度。然后在加花的时候，在2个和2个之间加，2支和2支之间加。那什么，让它知道。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现在这个花是不是感觉就圆润了很多？所以用打格的方法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花有一个注意事项，
就是玫瑰呢，因为我这个瓶里只插了一种花材，就是玫瑰单一花材，所以说你记住瓶口以上的这个绿色的叶子不要去掉，因为这个叶子是起到花跟花瓶的连接，如果这个叶子全部去掉了，那整个就不是特别好看了。所以说花瓶以上的叶子不要去掉，作为填空的空间就可以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用花瓶打格法插的玫瑰，感觉分布又比较平均，所以这样摆出来就比刚才那种散放着可能效果好很多。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？好了，今天这个打格法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教到这儿。其实还有很多固定的方法，比如说捆扎法，比如说剑山插花法，还有花泥插花法，还有一种挤在一起的方法。反正这些方法咱们以后慢慢的讲。今天呢就讲这么一个打格法，希望对大家有个帮助。然后呢，下一期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比如说你要买花，买3种或者4种、几种以上的花，怎么挑选、怎么搭配比较好。下期呢，我们讲怎么挑花。这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